Hello，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时光网络，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时光网络 Time.com Berhad 成立于1996年12月，当时的名称为 Time Telecommunications Holdings Berhad， 主要业务是投资控股和为从事电讯领域的子公司提供管理服务。Time Telecommunications 的诞生时刻处在于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就在其诞生的半年后，亚洲金融风暴降临了。这场风暴导致 Time Telecommunications 当时的母公司 Time Engineering Berhad 面临了灾难性的亏损，以至于需要进行债务重组。而重组计划的其中一项就是安排将 Time Telecommunications 进行公开上市，以向公众筹集资金来解决其债务问题。2000年1月，随着全球都在为 .com 疯狂， Time Telecommunications 也被改名为 Time.com Berhad， 盼望着沾上一点 .com 的牛气。1年后， Time.com Berhad 顺利推出了 IPO 招股书，当中有讲解到 IPO 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其债务问题。至于公司的财务详情，招股书中没有显示过往的财务资料，反而非常大胆地预测了未来上市后的14年供投资者参考。看预测的盈利结果，似乎公司对未来前景非常乐观。只是这样的招股书并没有获得大众的欢心，就连私人机构都不买账。再加上 .com 泡沫刚刚破灭不久，市场的情绪还很低落，所以导致市场认购率只达到 25%， 还被说成是当时马来西亚 IPO 有史以来表现最差之一。那多出来的 75% 的股票怎么办呢？在没办法之下，唯有拜托国库控股和 KWAP 前来打救了。毕竟当时 Time.com Berhad 的母公司 Time Engineering 是 Reynong Berhad 的子公司，而 Reynong Berhad 则是跟雾统。我们就不要聊到政治了啊。总之呢，经过一番打救之后， Time.com Berhad 的 IPO 总算成功发行了。2001年3月， Time.com Berhad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代码为5031 Timecom。上市的首个交易日 ，Timecom 的开市价就直接跌破3令吉30线的 IPO 价，而闭市时的价格已经低于 IPO 价超过26%了。至于公司的业绩表现，可以说也是事与愿违，在上市后的6年里，几乎是年年巨亏，与 IPO 的招股书中所呈现的盈利预测表现形成了两极化。到了2008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 Timecom 也录得了史上亏损最大的一次，单单这一年几乎亏了接近10亿令吉，股价也跌至历年新低，小股东吃尽苦头，纷纷叫苦连天。对于 Timecom 的年年巨亏，陆续有来的窘境， Timecom 的大股东之一的国库控股终于被打喊了。2008年的10月7日，国库控股为 Timecom 找到了白武士 Afzal Abdul Rahim 来就职公司的董事兼首席执行长，接手打救病入膏肓的 Timecom。Afzal 上任后就陆续展开一系列整顿活动，包括削减掉不必要的广告和其他无谓的支出，公司总部搬迁，销售亏损公司，多个高层职位更换薪水，加强管理团队等等动作，为危在旦夕的 Timecom 打入了几剂强心针。到了2009财政年，Afzal 成功让公司重返获利的轨道，并且是自上市以来最高净盈利的一年。2010年 ，Timecom 完成了从新加坡到泰国的 CPCS 电缆系统，是一条覆盖马来西亚半岛的宽带和数据产品的骨干网络。同时 ，Timecom 也不断地强化其电缆系统的覆盖范围，并从2012年9月推出了马来西亚最快的100Mbps 家庭宽频服务，以超越3倍速的网速碾压当时市面上最快只有30Mbps 的网速。另外 ，Timecom 也在2011年耗资巨额来收购3家公司，包括东南亚数据中心经营商 AIMS 集团、网络服务和传输供应商 Global Transit Communications， 以及持有完整电缆系统的 Global Transit Limited， 以进军国际海底电缆业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分别参与了建设包括衔接大马至韩国及日本的 APG 电缆系统，通过大马衔接亚洲、非洲、欧洲及中东的 AAEE 电缆系统，衔接日本至美国的 Faster 和 Unity 电缆系统，并且在2015年跟 Telekom Malaysia 共同发展连接大马半岛和东马的 Scream 海底光缆系统。
Timecom 在随后的几年也持续物色对公司有利可图的投资，包括收购嘉ring的数据中心、投资泰国的 Symphony Communication、越南的 CMC Telecommunications 和其他等等。从 Afzal 接管公司后，一直带领公司迈向成功之路，业绩也自2008财政年后一直保持在盈利的状态，其股价更是重获投资者们的信心，目前正处于历年来的最高点范围。Timecom 是一家位于马来西亚的电信供应商，拥有的光纤网络资产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多个地区，同时也拥有多个国内和国际的海底电缆系统，可以衔接欧洲、非洲、亚洲和美国西海岸。Timecom 为东盟地区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电信解决方案，其主要的业务就包括了国内和全球的通讯衔接网络数据服务、数据中心、通话服务和云端计算等解决方案。Timecom 所提供的网络数据服务是采用100%的光纤网络，可以达到快速与可靠的互联网连接，非常适合于使用在大多数的宽带应用，如上传高清照片、下载高清视频、下载音乐专辑、浏览网站和其他基于网络的应用。Timecom 推出的配套又分为家庭配套和商业配套，都是以网速最小为100 Mbps 起跳，最大甚至可以达到1 Gbps 的网速，是目前在马来西亚提供最快网速的网络数据公司。也就是这个独特原因，加上价格也相对理想，所以 Timecom 的签购用户也日益剧增。截至2020财政年 ，Timecom 的网络数据服务为公司赚取了88%以上的营业额，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Timecom 的数据中心业务 AIMS Data Center 是马来西亚和东南亚领先的运营商中立数据中心和管理服务提供商。AIMS 作为马来西亚互联网交易所 MyIX 的主站，为来自各行各业的客户处理超过88个具有国际联系性的同行和网络的流量。AIMS 的总部位于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和赛城设有数据中心，还有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些主要东盟城市也设有其数据中心。此外 ，AIMS 还有跟 Bangkok Neutral Internet Exchange 合作，在位于泰国曼谷的设施中设立第3个交易所站点。Timecom 也在今年1月通过收购 AVM Cloud Sdn Bhd 60%的股权，来加强其云端业务。只是这业务处于刚开始阶段，还没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入。截至2020财政年，数据中心为公司贡献了10%以上的营业额。Timecom 的通话服务主要都是提供给商业用途的，有分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让企业们可以以清晰的通话质量与其客户们联系。截至2020财政年，通话服务仅为公司赚取了5%左右的营业额，贡献并没有很多。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Timecom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Timecom 在2021年第2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3亿0480万令吉增加了13.9%，至3亿4718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6978万令吉上涨了32.8%，至9267万令吉。营业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经常性数据中心收入增加，以及网络数据服务收入增长所致。至于净盈利的上涨，则是因为公司获得更高的外汇净收益、利息收入和来自联营公司的利润份额等等。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6个月前增加了3.5%，至40亿3574万令吉。首先可以看到，公司最值钱的资产就是来自于固定资产，大部分是电信网络，也就是光纤网络和海底电缆那些。其他的固定资产还包括了数据中心设备、公司的土地以及建筑等等。Timecom 在联营企业中的投资也高达4亿令吉以上。从2020年的财报可以看到，公司目前的联营企业分别有泰国和越南的。另外，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收款似乎也增加了不少，意思就是客户们拖欠公司的账款也越来越多了。我们拿2020年的财报来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贸易和其他应收款当中，贸易应收款只占了大约65%，还有33%是属于其他应收款，主要是公司为建设电信网络资产而支付的建设安金。
那么贸易应收款呢？当中只有1/3左右是准时付款的，有逾期迹象的占了大部分数额，逾期超过120天以上的更有大约27%，预计损失拨备也有接近7%左右，证明这公司的收账能力有待进步。如果跟2019年的数据对比的话，2020年的收账能力是明显较弱的，还有2019年的预计损失拨备中，有几乎一半的数额是要注销的。因此，公司的贸易应收款这部分有必要多加关注。至于其他必须一提的，就是公司握有的现金和其等价物，有着高达7亿令吉以上，这很庞大的一笔数目。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则上升了大约14%，至9亿724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负债是属于贸易和其他应付款的，也就是公司欠着别家公司的一些债。但是从2020年的财报中深入了解后，可以发现当中有很多是归类为未实现的收入，也就是指一些顾客已经付款了，可是公司尚未提供服务或产品的意思。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公司的贷款有明显增加的迹象，主要是用于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外国的投资，还有为国际海底光缆系统的投资提供资金等。但是由于主要的贷款都是长期贷款，加上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一点点的借贷其实也是无伤大雅的。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34%，至2亿841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司的收入上升了，所以现金流入才增加了这么多。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就上升了67%左右，至1亿8372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很积极的购置固定资产而增加附属公司，证明这公司一直在不断的加大自身的发展规模。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反而有点下降了，减少了20%左右，至1亿042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今年增加了一笔贷款，以及减少了贷款的偿还量，所以虽然说股息派发比去年来得多，但是现金流出还是少于去年的。总结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为全人类提供了便利，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作息。而随着越来越多人使用互联网，海量的网络信息和网络数据也因此而产生。所以在这个充满网络资讯的社会中，数据中心的必要性也更得到社会的关注，以至于数据中心行业在全球蓬勃发展开来。经营这数据中心的 Timecom 相信未来的业绩也会因此而占据优势。除此以外， Timecom 身为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一，有着180%的光纤网络资产，能保证更高的速度和更好的稳定性，所提供的网速是全马来西亚最快速的。只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其光纤网络的覆盖范围比起主要竞争对手 Telekom Malaysia 依然逊色很多，不然业绩应该能够更上一层楼。话虽这么说， Timecom 的业务前景对于科技的趋势还是很利好的。就比如说2021年国盟政府就推行了大马数码计划 MyDigital， 其中的一个目标是要在2025年成为东南亚最多海底电缆的国家。但是大型建设有时就是离不开政治干预吼。总之呢，触手可及的肥肉目前已经飞走了，各位就满怀期待明年会更好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